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全球巅峰赛补充公告来了，这个已经是第2个了。这个贴文发布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多左右的时候才发布的。最近官方发布公告的时间越来越阴间了，不是凌晨6点就是凌晨2点。OK， 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一次写了什么东西。如果有看过我上一个影片说明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官方在上一个公告里面描述的东西呢，跟实际上的东西是有出入的。所以这一次的补偿公告是还原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一次的公告会比较长一点，我就长话短说。在上次发布公告之前，官方是没有询问双方是否认可官方所发布的公告，就是没有给他们确认，而无视了不完整的事实，可能会让2队受舆论风险，所以他们就向这2个队伍道歉。所以下面还原的真相呢，是有包括战队沟通群、赛事组与该战队私聊沟通群、比赛沟通群为赛事组双方战队沟通群。这里官方所放的时间全部都已经转换成亚洲时间，所以你们直接看就可以了。那一开始的事情，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都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在早上12点17分的时候，官方要求双方5分钟后准备第3场。这个时候60GT 就举办 Mr. Na 没有延迟直播，这个我之前就讲过了。在比赛沟通群双方表示不满，要求封掉 Mr. Na 之后才开始比赛。这个时候赛事组正在紧急讨论事故的影响，并未回应双方。在12点半的时候，双方是准时入场的。入场的时候发现到没有办法派兵，过了1分钟才看到官方通知他们，因为比赛存疑，所以暂停比赛，需要时间讨论处理的方法。489和60GT发现 Mr. Na 还在直播，所以认为 Mr. Na 还没有被封锁，所以再次抗议。489表示前2场比赛不公平，原话为 two game， 要求赶紧开始第3场。60GT 表示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先封锁掉 Mr. Na 之后，立刻重开第3场比赛。但是这个时候官方还执着于第2场的公平性，开始询问双方对第2场的公平性主张。60GT 表示对于前面2场没有意见，赶紧开启第3场。489表示不能接受 two game 的结果，因为技能条被显示且有无延迟直播。赛事组误以为 two game 是指2场比赛，询问489是否主张重赛3场。这个时候60GT 表示倾向于打最后1场，但是这个时候489就表示赛事组需要对第2场结果进行明确判定。双方也是互相确认了第1场是有延迟15分钟的。在早上12点53分的时候，因为沟通语言为英文的关系，然后489他们所讲的 two game 官方以为是 BO3 重赛3场，但是489认为官方所说的 BO3 就是第3场比赛，就是说 UTC 17点也就是凌晨1点可以打。60GT 说要给他们5分钟时间，立刻叫人准备。过了1分钟，489发出质疑，为什么官方一直在纠结第3场，而不是解决第2场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官方赛事组发现沟通有问题，询问489是否要打第3场，还是重打第2场而已。489就回复到有问题的只有第2场而已，第1场是正常没有问题的。那刚好第2场就是60GT 获胜了嘛，所以这个时候60GT 就跟489吵起来了。会吵起来也算是正常啊，毕竟你们自己想一下，你赢的那一场是计算的，我赢的那一场是不计算的，刚好这个主播他变成没有延迟，关我什么屁事嘞？而且举报的人还是60GT，所以以60GT的角度去想的话，确实还蛮无辜的。在早上的12点57分，这个是之前没有透露过的，官方赛事组希望得到准确489对第2场的赛事主张，错误的选择了前往赛事组与489战队私聊沟通，这个他们私底下讲的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所讲的内容是489对于第2场是存在质疑的。这个时候赛事组是立刻开启内部讨论，并没有在这个时期回复。时间就来到凌晨的1点17分了。如果是正常进行第3场比赛的话，照理来讲是达到凌晨1点半左右。在489战队的沟通群，489向赛事组反馈韩国时间已经凌晨2点17分了，希望赛事组快点回复。但是这个时候赛事组还在讨论，没有回应489。最后官方讨论出来的结果，这里有点搞笑。赛事组告知已经将 Mr. Na 永久移除 OB 名单。所谓的 OB 就是上帝视野，就是我们观众看到的画面啦。他是主播嘛，他是可以负责操控的，并且已经确认第1场是有延迟的。在收集到双方对于第2场的主张之后，并且考虑到双方时间有限，赛事组表示希望进行第3场比赛。关于第2场的争议，赛事组会在全部比赛结束后再进行调查。但这个时候双方对于争议事件持有不同看法。在早上的1点21分，489向赛事组反馈时间太晚了，已经无法进行比赛。赛事组在内部讨论之后，决定采纳489的提议，暂停比赛。
下面有给出2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超过了原本计划的比赛，原本是在早上的12点半打到早上的1点半，但官方这里所写的错误认定双方会疲惫且无法继续比赛，因为他只是听到489说我们已经累了，我们想要去休息，但是没有问到60GT 那边的想法。第二个原因，判定第2场比赛结果所需时间比较长，其实他们可以等到迟点再判定的，但是他们一直在纠结第2场的问题，所以后来的事情你们应该也知道了，豹哥跑来我直播间抄他也是有讲到事情的真相，不过官方这里是还原了，他在没有跟60GT 确认的前提下，赛事组是直接在沟通群里面通知各位，由于时间太晚了，489确认他们无法进行第3场比赛，因此推迟了那一天的比赛，开启调查，24小时之后会给出结果。这个时候 60GT 表示不要24小时，抗议比赛拖延过久，下周无法比赛。赛事组此时还在讨论这后续的处理，他们并没有回应 60GT， 相信也就是因为赛事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，就变成 60GT 的怨气会比较大一点。你又不回应我，你又跑去听489讲的话，又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，赛事组这样子的态度，换作是你们应该也会生气吧。不过赛事组也是知道自己有过错，所以下面就列出了几个重点。第一点，没有起到专业的裁判作用，在赛果存疑的情况下不果断裁判，而是询问双方队伍的意见，导致问题解决失控。你们在看了刚刚所列出来的记录，确实官方在这一点做得不是很好，在沟通过程中多次无视双方队伍期望开赛的请求，也没有及时互通对于涉事主播的处理信息，裁决过于缓慢，加长了2队等待时间，错失了双方最佳比赛机会，与双方战队采用了错误的沟通方式，导致产生大量的误解，引发了矛盾。另外还有感谢双方提供比赛实时录像，帮助他们更进一步的确认比赛过程，没有发现到有异常内容，所以最后还是判定为双方1-1。下面是赛事组对于双方战队还有全部执政官道歉，毕竟那一天看直播的玩家其实还蛮多的，有影响到观看体验。关于决赛相关争议，因为赛事组他们经验不足的关系，所以处理不当，但是他们恳求所有执政官理性看待决赛暂停事件。他们注意到在各社区对于这件事情的争议不实言论，考虑到由赛事组错误而引起的误会和矛盾，赛事组会积极协调2队进行沟通，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。他们已经陆续删除包含虚假信息的评论和帖子，希望所有执政官不要发布未经过证实针对2队队伍攻击言论。如果继续发表不实言论，包括挑衅、嘲讽、侮辱对手等等，他们将会进行严重处罚，甚至取消比赛资格。那么上面的东西呢，是由双方已经认证过了我已经确定好你这一次写东西没有问题。官方最后发布出来的补充公告，也还原了当天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60GT 的怨恨这么重。虽然这一件舞龙事件确实还是蛮搞笑的啦，既然赛事组已经承认错误还有道歉了，这样我们就放过他们吧。我们换位思考去想一下官方这一件事情啊，那官方他们会做这个全球巅峰赛也是为了要吸引更多的玩家过来，所以坦白说他们是唯一一个最不想要看到这场比赛变成这样子的人。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也是他们没有办法预计到的。在之前的公告也是有补充到之后不会给予其他主播有 OB 画面，还原了事情的真相，审视了自己的过错，但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比赛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，可能大家都不再重视巅峰赛了吧。不管怎样，我希望各位对于这件乌龙事件告一段落了，这个将会是官方最后补充的公告，也希望各位观众不要在评论区骂来骂去了已经骂了2个影片。至于双方战队到底有什么想法呢？他们到底是要重打3场还是要补打最后1场而已，这个要看之后的公告。毕竟这个比赛从我们打奥西里斯联赛开始打到现在呢，都已经好几个月了。如果随便收场或者是出现2个冠军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买单了。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圆满落幕。以上就是官方的补充公告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